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若乙，欢迎来到 Arena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依然要做一个324工具的开箱，那就是关于这个修轴器，那跟这个拔胎器的这个开箱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进影片喽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看看这个拔胎器该如何使用。OK， 那现在这边呢有一个我已经装好的轮轴了。那这个就是基本上呢，如果说大家习惯性用这种，如果有这种打孔器呢，就可以把中间的洞呢给打穿。那打穿之后呢，你这个轮轴呢，你就可以这样子直接打穿进去。然后这样子的设定呢，其实轮胎呢就不这么容易会喷飞。OK， 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其实如果说当你在拔这个轮轴的时候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当你太用力的时候，这个轮轴啊，它有很高的机会会弯掉，因为我们手上使的力不是很均匀，所以才有这个拔胎器的这个产生。OK， 那现在呢，我们呢就来尝试看看如何使用这个拔胎器。那大家看到中间这个位置呢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呢，要去用前面的这个针呢，去顶的这个中心的轴心位置。OK，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这尽量的，我们要对准好中心的位置，然后呢再去这样子去扭它，然后让它能够把这个针呢，能够把这个轮轴呢给顶出来。那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会把这个影片呢加速，那这样呢大家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。OK， 那就完成了。那基本上呢，拔胎器呢就是这样子使用的啦。OK， 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把它给拿出来。那这种方法呢，其实是最安全，而且它最不容易把轮轴跟轮框，你看它中心的这个位置呢，是最不容易把它给弄坏的。OK， 那这个就是拔胎器的部分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进行下一个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修轴器。OK， 那这就是这个修轴器了。那修轴器呢，你看到这两边呢有这个2片这个东西，这个垫片呢，你可以看到里面也有2个一样的垫片。那这个垫片呢，到底哪里不一样呢？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呢是有数字的哦，这上面写着 1.76。那 1.76 呢，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大家可以看，我们把这个 1.76 这个呢，尝试的放进去，然后其实呢，它是很容易就能滑动的。那这代表什么呢？它这个放进去之后，还有足够的空间去让它活动，那代表里面本身的垫片呢，是比外面的这个我们这2个还未安装的是大一点。那在这个拔胎器呢，你可以在后面它有2个螺丝的地方，你把它拔下来。那只是说呢，今天我们没有这个工具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就直接就用里面的那个去尝试看看这个直轴器是如何使用。那这边呢，我有一个轴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验轴器是 1.99 毫米的。那我们就尝试看看这个验轴器呢放进去，如果说它能直接出来的话，从那个验轴器滑出来的话，代表它是直的。OK， 那现在就可以看到呢，它是卡住的哦。我们这样尝试晃一下。OK， 它是卡住的，那代表呢这根轴呢，其实它并不直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尝试着看看用这个直轴器呢，把它看看能不能把它修直。那这一部分呢，我也依然是会快进的。OK， 那大家呢就也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再尝试看看，过去啦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千辛万苦的敲打，然后终于它是过去了。OK， 那起码证明呢，这个直轴器呢，它其实是有用的。这个修轴器呢，也是的确是能够把
这个轴呢，如果说你是轻微弯曲的话呢，是的确能够把它给修正的。OK，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。那如果你对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，那就麻烦大家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喽。OK，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，请在下面留言，我看到我会第一时间回复你。OK。